这里是好吃看得见，好吃就会做的麦叔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叔，这是我们另一个板块微醺酒厂。这个视频呢晚到了蛮久了，本来应该在3个月前就跟大家见面的，搞一期梅子的年经视频和大家分享。不过大家也知道，3个月前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。那时间还不算太晚，梅子还没完全下市，趁着夏天的高峰还刚刚开始，赶个末班车，分享一下浅渍梅酒的酿造。什么叫浅渍梅酒呢？就是泡上个2-3周就能喝的梅酒，放点冰块，绝对色一。那么在正片之前，我们自己先来喝上一口吧。好吧，那我们自己的酒现在开始吧。我们刚才把梅子都洗了一下，然后呢，梅子洗完以后呢，我们一定要千万记住要把梅子印干，否则呢，你泡在酒里，很快梅子就发霉了。我们呢，在桌子上铺上一层厨房纸，然后呢，把梅子放在厨房纸上面，让它晾干。这个是个需要耐心的活儿，也可以呢拿个电风扇在旁边吹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头顶上就是空调，所以说也不用电风扇了。在它晾干的同时呢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要把梅子的上面那个根头给它去掉，否则呢，泡出来的酒会微微发苦，就影响心情了。好了，梅子全部印干，我们再要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有些梅子的地方有些溃烂，要把它切掉。在我们泡酒之前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有些梅子呢，有些地方是咖啡色的，似乎是烂掉了，但也不一定，但最好把它切掉，这样就不用把整颗梅子给扔掉了。我们呢取出一部分梅子，因为这部分梅子呢，我们是要最后用那个清酒来泡的，清酒的渗透压呢比较弱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会在梅子身上开一个十字刀，这样呢能让这个梅子的味道呢能尽快的吸收到酒里面。我们这次打算用6种不同的酒来酿制我们的梅子酒，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大杀器，放在最后给你们知道。第一种，老老实实的红鲟二锅头，中规中矩的白酒味道，42度的这个酒精浓度。然后我们第二瓶呢，用的是你们都知道的清酒。清酒的梅酒呢，酒精含量很低，然后口感是最清爽的。你们平时在日料店里吃的梅子酒呢，很多是用清酒做的。但是既然它的这个酒精浓度比较低，所以说它的保存的难度是最高的。第三瓶我们用的是韩国的真露思密达，这瓶酒呢酒精浓度只有20%，但是你不要小看这瓶酒，这瓶酒绝对是个上头杀手。第四瓶呢我们会选用的是 whisky， 这瓶43度的 whisky 呢本身带着很强的果香味道，还有它的蜜饯味道，气味比较甜。然后呢是我们的金酒，我们为什么选用金酒呢？或者有些地方说的是琴酒，因为琴酒或者金酒它本身带有一种草药的香味，那么和梅子的味道混在一起，加上冰糖的加成呢，它的味道会不会非常特殊呢？我们拭目以待，反正就是2周和3周以后的事情。还有一瓶酒我们放在最后放，因为这瓶酒着实有点吓人，会让你爽上头的起飞。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呢，我们就要拿出我们酿酒的瓶子。我们这里呢是1.5升的瓶子，拿上来之前呢已经洗过了并擦干了。当然，擦干是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把它擦干。在用之前呢，一定要用那个酒精喷雾把它消个毒。如果你不消毒的话，那里面可能会滋长细菌。好了，全部消毒完毕。在用它之前，先让它晾干，记住啊，一定要晾干。OK， 让它晾一会儿。最后呢，我们正式开始酿酒。我们的比例1:2:0.5，什么意思呢？
1份梅子，2份酒，加上0.5份的糖。OK， 我们所有的子弹装填完毕了，现在就差把酒倒进去了。好，第2瓶呢，我们的红鲟二锅头。好，我们第3瓶啊，真露思密达。这个酒呢有个故事，据说这个酒呢虽然只有14度，但是呢酒量再好也撑不过3瓶。曾经呢我不服输试了一下，结果呢第2天早上醒过来，人家跟我说我喝到3瓶半，后面你就不知道什么事情了。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的这个金酒，金酒前面说过了。有很自然的香草味道，而且那个40度。好，我们第1批最后1瓶酒就是我们的 whisky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杀器，不知道你们猜到没猜到？就是我们这瓶96%的生命之水。我不知道这瓶酒用来泡梅子酒，真的让我上天，或者真的让我入地。太刺激了。我估计这瓶酒会爆炸的。好了，现在所有的酒都泡完了，一共1、2、3、4、5、6瓶。很期待2个礼拜或者3个礼拜以后会出现什么味道。如果你在家里酿制的话，记得不一定放冰箱，但是一定要在阴凉处保存。但是呢，清酒那一瓶呢和蒸露那一瓶，建议是在冰箱里保存，后泡2、3个礼拜，用冰块一起弄。OK， 但是有好酒没有好菜怎么行？今天我们特地在做一份非常简单的日式唐扬炸鸡，15分钟搞定。首先，我们将无骨鸡排切成块，不能太小，当然也不能太厚。太小呢，就变成盐酥鸡了；太厚呢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去问公公啊！嘿嘿嘿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2瓣大蒜磨成泥，再用1块生姜也磨成泥，生姜的量大概是大蒜的1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准备腌制鸡块的汁水，灵魂依旧是味淋。腌汁做完以后，将鸡块放进去洗个澡，一般15至20分钟就可以了。其实清口一点呢，10分钟也是 OK 的。因为呢，要做出尽量多汁的鸡块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juicy， 那么2次下油锅是必须的。哎，对不起了，鸡排君。我们第一次把油温控制在155至160摄氏度上下，将鸡块煎炸到表面泛金黄就行了，大概1分钟的样子。捞出来，让它内部自热一下，做个 SPA。然后呢，将油温升高到180至190摄氏度，再把鸡块推下去，
煎炸到表面金黄就可以了，大约45至50秒。简单吧？这样就可以了。看看这个汁水，撑黏，不然汁水就被吸回去了。切2片柠檬，到时候喜欢的话，在上面滴几滴柠檬汁。在这里，柠檬汁对于鸡块就相当于 Chanel No. 5对于女人的重要。好了，夏天的晚上有这么一顿夜宵 v e l t a s a i 哦，简单方便。夜宵的时候倒一点美酒，放点冰块，配点炸鸡，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快乐的，对吧？窄得不得了。好了，你们也回去试试吧。我们2个礼拜以后开瓶，喝我们新的美酒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是麦叔，回见。各种炸鸡就炸成那样子，就很 juicy。有鸡子啊，有一趟的炸熟了吧，就没有鸡汁了，一定要分2次。